张志眉眼间都是散不开的担忧，只是这担忧是关于修仙界还是自己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抱山散人静静地看着张志，透彻的双眸似要看尽人心。在抱山的注视下，张志本还想高谈论阔的打算化为泡影。蓝宗辉也就是清衡军不由细细思索张家主的话语，遂发觉那张志似在囊括所有修仙者，不着痕迹地拉拢在场的修仙者。无量寿佛，谢至重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仿佛踩在众人的心尖上。哪怕抱山散人说过此兽只吃堕灵，可当修仙世家因资源而争夺，因土地而杀戮，因家族利益而谋算，谁敢说自己不曾出现在那百般算计的名利场？哦，那些未接受家族事务的孩童倒是没有。万事万物均有平衡，堕灵过多打破了平衡。谢至不会吞噬所有人，只要堕灵的危害降到最低，他自然就停了。抱山散人不带感情地说道。谢至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抱山身后，那只独角仿若一把利剑，似要穿透一切的黑暗。在场的人仍是大气不敢出，抱山侧头微微看向那谢至的双眼，谢至的眼中是愤怒，是哀伤，也是希望。当纯白的羽衣因堕灵染上黑暗的颜色，无数被堕灵伤害的亡灵恳求着谢至解救他们，度化他们。谢至哪怕再不想伤害人，也因着那些无辜的亡灵选择了执行自己的天命。谁也不想被谢至吞入腹中，成为大地的肥料。不少家族做出了逃离的举动，甚至有部分蓝家本家的修士也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而逃离的家族子弟也就成了谢至的首选目标。阿爹，当真无法？魏婴来到魏长泽的身边问道。魏长泽抬手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阿婴，因果早已注定。看着样样不乐的魏婴，魏长泽又继续补充道，修仙界还要面临大难，谢至的出现是天命不可违，而后面的灾难则是人祸所致。魏婴看着无数逃窜的弟子家主惨叫着被吞入腹中，后又了无生机的被谢至弃如敝履。而阿爹的话语还在提醒他，这还仅仅只是谢至针对堕灵，后面的灾难针对的是所有修仙之人。一股悲凉感莫名涌上心头。在经历一刻钟后，谢至停手了。谢至展开巨大的羽翼上升至空中，空灵的兽鸣声响遍整个大地，安抚那些无辜的灵魂。谢至用羽翼将自己紧紧地包裹成一个球，红色的灵力不断在球的表面跳跃。过了1个时辰左右，谢至的表面渐渐散出绿色的光点，是生机。绿色的光点散落在世界各处，有的落入了茂密的树林，微微发黄的枝叶重新焕发了生机，有的进入了动物的体内。蟒蛇盘旋于枝桠上，吐着长长的蛇丝，似在感谢谢至的馈赠。若是细看之下，便能看出蟒蛇的头上有了2个小角。有的光点则选择进入了人的体内，而魏婴也是幸运儿中的一个。绿色的光点亲昵地碰了碰魏婴的唇角，随即进入魏婴的丹田。同样的画面在不同人身上上演，蓝忘机、蓝曦臣、金子轩、聂怀桑、欧阳少华等等，这一批少年将会是修仙界未来的希望。谢至黑色的羽翼在众人的目光下逐渐变回纯洁的白色。天空中也出现许久不见的阳光，黑暗过后，光明终会到来。历时1个半月，修仙界迎来了平静。老百姓对在这段时间内消失的家族，那是一个拍手称快，甚至有些人家放起了鞭炮，而这也被后世记载为天道预警。散人，余下众人对着抱山散人真诚的一拜。也许在场某些人仍有些小心思，但终究难以为患。抱山散人轻甩拂尘，将众人浮空托起，在下并未做任何事，无需行此大礼。诸位还是想想如何度过后面一关吧。聂明觉率领一小支队伍刚赶到姑苏时，便听得抱山散人所言。聂明觉随而问道：晚辈聂明觉，不知前辈所言何意，望前辈指点一二。其他人也纷纷询问抱山何意。抱山散人望着高高在上的天，以及剩下的修仙者，修仙不平怨，怨气横生，乱葬岗压不住了。寥寥数语却让在场的人来了个透心凉。乱葬岗连温家势力极其雄厚时都难以对付，只能将里面的怨气困在里面。可以说活人一旦进去就是必死无疑。若说谢至只是针对品性不端的修仙者，
那乱葬岗一旦爆发，整个修仙界乃至普通百姓都要面临九死一生的局面，或者连那一生都没有。魏长则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紧紧地抓着魏婴的手，就怕一松手孩子就没了。魏婴感受到握着自己的手有点用力，微微有点吃痛。魏婴侧头看向魏长则，不解：阿爹，无事。诚如抱山散人所言，乱葬岗在经历短暂的平稳后爆发了，温家设下的结界被破了。温若寒则令温家一修尽全力救助修士，保全修仙界的修仙力量。剩余家族也在尽全力消灭邪祟，但是当平衡被打破的那一刻，哪会那么容易恢复如初？阿英，歇一下吧。魏长则看着疲惫不堪、双眼红得跟兔子一样的魏婴，很是心疼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谢志的出现激起了乱葬岗怨灵的怨气，加速乱葬岗的爆发。